就他从认识到现在，真的没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你说我能跟他在一块儿吗？现在有了孩子，还是舍不得为我们付出，也舍不得花钱。我真的没见过这么抠门男人，我实在是没法跟他过下去了。就因为丈夫的抠门，就要离开这个家吗？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老陈44岁，来自浙江，是一名个体；女嘉宾李姐36岁，来自湖北，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浙江、湖北，怎么成的夫妻啊？网上认识的。啊？网上认识的啊，通过相亲认识的。通过相亲认识。网上相亲。然后我们是09年办的酒席，这次来是跟他讲清楚的，因为我从相亲，然后到结婚到生孩子，他一直都是很小气的，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委曲求全。直到最后就是上个月，我的儿子，然后他本来是很小的感冒，平常就说吃点药，不去看医生，活生生的把孩子拖成肺炎了，挂水挂了一个多星期，我1个多星期都没有合眼。然后我说之前你对我小气也就算了，现在对孩子都小气了，连医生都舍不得看，花这个钱看，所以我就绝望了。想来想去，我觉得回娘家是对的，然后带着孩子回去，然后觉得他跟我过的话，我以后替他做主，不会受这份罪了。所以说我就来跟他讲清楚。回娘家多久了？回娘家也就1个多月了。1个多月了，你没去接呀？没有。为什么不接？不想过了是吧？不是，我打过电话。只打过电话？他娘家离你远是吧？有点远。你是为了省路费对不对？也有一点。也有。他就是小气。你真行啊你！他就是小气。我们相亲的时候了，他说请我吃自助餐结果他带我去他们公司的食堂去吃的自助餐，他吃的是那个5块钱1份的。那食堂怎么不是这样？我天天在那边吃啊。吃了他的公司的同事还过来拼桌，我都不好意思。然后一看，本来是相亲2个人在一起聊聊的，就是回到10年前的话，那人家也会知道去一个安静的，比如说咖啡厅，高中档的咖啡厅去聊聊天嘛。当时是想对呀，把你带到那边去。一个我朋友啊、同事啊，他说我谈了女朋友，就是叫我给他带过去看一看，是吧？介绍一下当时我是认为你比较实在，然后后来了我就跟你在一起了，你又限制我花钱，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随便买点什么。我在上班，在公司里面做文员。然后他就限制你呢？他就说，然后这个衣服不敢买，你已经有了，那双鞋子也是多余的，护肤品、化妆品更不用买了。后来我就没办法，我把我的工资卡就交给你了。那个上班挣不到钱，工资挺低的，拿不了多少钱。钱谁管？他在管。老陈可以媳妇儿也娶了，钱也管了。像我之前工资卡没有交给他的时候，我自己像女人嘛要上班的，稍微也要打扮一下，像我的那个护肤品还有化妆品也要买个几百块钱的。后来我钱交给你了之后，你就不让我买，不让我买我就不买。我钱给你了吧？不是也有给你的吧？给我冬天到脸上特别干，我给你磨了几天，你才给我50块钱，50块钱你说你能出去买什么啊？那我们男的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都从来不吃呀，有的日子能过呀。那你们男的是不差，那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小姐妹看着我皮肤这么干，然后都蜕皮了，他们说你怎么做女人的，都不晓得保养一下。小姐妹是当老板的，我们是上班族的呀。好，我问问他是对你抠，对家里的长辈什么抠吗？对长辈他倒不抠了，就专门对我抠，从来不陪我逛街了。但是他的爸妈就是去逛一次街，然后买一套衣服都是几千块钱，然后我说你怎么不省钱了呀？我买给父母，我对吧？父母养我容易嘛，生我养我对吧？我买套衣服孝敬他怎么不容易？你给岳父岳母花钱厉害吗？也买的，也买是吧？买也买一些，不抠门是吧？好一点吧。就对岳父岳母，他爹他妈他不抠对吧？对你们俩他很抠。对，很抠的。他抠朋友吗？抠，然后我的朋友很远的，因为我是外地的嘛，远方的朋友过来了，很几年没见面了，我也很想他们。朋友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请朋友吃饭，你到时候记得买单啊。你还不肯，当时就不愿意，我就把你强拉过去了。强拉过去，你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对呀，干嘛到这种高档的饭店里去消费呢？多少钱？那去了都已经去了，你起码就是说就把单买回来，回来再跟我说也可以了。你当时给我一点面子嘛，然后后来我就暗示你还玩你的手机。重要，钱重要啊，我们也没钱，怎么弄啊？那你后来你跟我吵起来了，说人家点的菜贵，人家自己把钱付掉了。你说我后来我怎么想？那顿饭一共吃了多少钱？就100多块钱，180多块钱。你都没付？我身上没钱。可以。那你知道没钱，那你朋友了，
你自己的朋友来，你自己的朋友来了。然后你请他们吃的都是700-800了，而且还去那个高档的一点的饭店去吃。那我朋友我同他生意有来往的呀，抢着买单。打交道也是有生意的呀。老陈，你是不是觉得说，我等他们生来大概就靠这个钱都不付，那生意怎么做啊？老陈，如果我等他们收了生意做火了，对吧？什么东西我们日子还是不是好过的吗？在你那儿是不是这钱如果出去了能挣回来，你愿意花？如果出去了挣不回来，你一分都不愿意花。是有一点这个啊。啊。我想每个人都差不多吧。那你对我朋友不好，你对我应该好一点嘛？你说你们去外面吃那么贵，然后我在家里头，我有时候说你也请我去外面吃吧。你说吃什么？就在家里烧好了，叫你去买菜，你舍得买贵的菜吗？买个白菜吗？还把外面一层叶子还叫人家剥去，人家不肯给你剥。本来外面层本来就要剥掉的呀。不肯剥，你还让人家送2根葱，我就这样想，你是过日子吧？过日子，后来我们结婚了，结婚你有没有跟我拍婚纱照呀？拍婚照我们确实没钱，能省一点吧就省一点呗。哦。那你省了，你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当时说啊，我把这个结婚照的钱省下来去办一场那个风光一点的婚礼，然后我当时听了也挺乐意的。你自己的亲戚朋友你写的是高档的酒店，然后让我也把请帖上写上高档的酒店。后来我们的亲戚朋友过来了，你把他们接请帖上写什么？写的高档的一个，他这个地址就是我们一个我朋友一个开了饭馆，小饭馆，但不大，我怕他们找不到，就写了那个星级的饭店旁边。哦，明白了。实际等于是个苍蝇馆是吧？后来把亲戚朋友一来了，他把他接到那个小饭店里，我当时就傻眼了，而且还10几个人坐在一起吃。回家了还跟我炫耀，他说你看我们今天请客人吃饭没花多少钱，我红包收了不少呀。当时我就想，人家亲朋好友怎么在背后说我们呀？这不是骗人家吗？大家奔的是5星级饭店给的份子，去了之后是负5星级，是这意思吧，老陈？行，你生意做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估计也就不怎么样。要这么能把生意做好了，那真是接着说。我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我的闺蜜有困难的时候问我借钱，然后我当时跟她商量，我说你能不能借一点？你说你不肯就算了。我自己的没钱，怎么借给别人呢？我都想不通。那你为什么要悄悄打电话证实我有没有偷偷借给他？你说我当时我还想跟他解释的，你不要结果解释都不用解释，人家就不理我了。我还有朋友嘛。这钱借没借呀？到底？后来没有借，然后他就硬说这个朋友，他就说借了肯定不会还了。哦。对，有借无还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说这是我多年的闺蜜，你把我的朋友给得罪了。老陈，你这就不太好了，你得相信我没有这种事情啊！我当时我自己家里都没钱了，怎么有钱能借钱给别人？那你就直接跟他说家里没钱不就完了吗？我一个朋友结婚了，也是让我丢尽了面子。他那个结婚的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有赶过去，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你给他包个大一点的红包啊。他当时也答应的，给了。后来了，我那个朋友有点嘲笑我的意思，说现在还有包50块钱红包的。哪年呀？去年的事情。去年。那别人呢？以前我们结婚，他也包我没多少钱。可以，老陈你真可以，你算得真精。过生日、节日、什么结婚纪念日，我都没过过。然后我提示他过一次，结果就给我烧了个长寿面给我吃。那我能亲手下厨给你烧饭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我认了，你这是吧？那后来送了项链来，项链为什么我戴了2天脖子发红还起疙瘩了？然后你不是说跟我说是贵重的嘛？然后说还有专卖店的贵重的，然后我同事还在笑话我说变色了。我当时脸都红了。怎么会变色呢？我想那个发票都在家里还在的呢。那你后来不是？我家里确实在商店里买的。后来我跟你吵了，你说在地摊上买了20多块钱的。你到底是地摊货还是？我在商场买的。多少钱啊？那2000多啊。结果我想了，有了孩子之后，你可能会对孩子总归舍得吧，总归会喜欢儿子的。想想看，儿子生下来你又花了多少了？出生的衣服，人家亲戚朋友给的旧衣服，你开心的，你说最好是旧衣服了。那小孩子对呀，那时候小孩子小对吧，容易长大快啊。那奶粉呢？奶粉你怎么都买便宜的？没有买便宜，那是网上搞促销买的呀。那你买的纸尿布了？我说出来大家肯定要笑的。你买的纸尿布都发黄啊。这个怎么发黄？本来它这个颜色就这样，你要越来越污。孩子每次一生点小毛病，你就说不要看了。你没必要花这个钱的，让孩子吃多药了，抵抗力会差。现在我反正看了很多孩子，只要一生病了都去大医院，人家医生说挂水就挂水的。后来了，你不听，后来孩子有一次感冒了，然后咳嗽，你还是说去小诊所去看，小诊所就开了雷药，结果发烧了。我们着急了去大医院一看，医生一诊断说是
说是被你们活生生的把孩子拖成肺炎了。像肺炎的话，一般人挂水1个多星期才会好。那1个多星期我睡着觉了嘛？不，我听明白，这有点像祥林嫂了。这事儿一上来就讲过了啊。看来老陈这么多年，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是吧？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委曲求全，我觉得做一个女人这样过挺委屈的。好，老陈，咱是家里确实没钱，还是咱有点抠啊？那我们过日子吧，总归要精打细算的呀。好吧，你这么跟我说吧。老婆和儿子你还要吗？要啊。要你干嘛不去他娘家接他呀？娘他接我家里也有事情啊，那个等他打电话不去不了的了哦。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来这里就想接他们回去啊。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呢？因为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嘛，叫我回来，然后我就想着跟他到这里说清楚吧。好，你们俩现在钱谁管？现在钱还是他管。你能把他的钱还给他吗？怎么还给他？不是，就从今以后他的工资他自己管行吗？如果回去他自己管可以啊。如果他不回去呢？不回去吧，我也没管不到了呀。他要跟你离婚行吗？如果他为了这种小事情要离婚，那我也没办法。我现在算听出来了，老陈的意思就是，我就这德行了，要跟我过就过，过日子总归要精打细算一点的，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过日子吧，总归要精打细算的。像他有的时候他铺张浪费，我也受不了。无锡有房子吗？有一套。离婚那财产有人一半，知道吗？为什么？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不分人一半房子吗？哼，儿子谁带啊？谁要啊？儿子我想要。那你儿子走了1个多月，你也不想啊？想啊。那你想让他们母子俩回家吗？想啊。那怎么才能回家呢？老陈不仅这个钱算得精，话也算得特别精，他不愿意多说，多说一句话老陈嫌多费了点力气，你是抠得太精了。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家还是要回地找台阶来了是吧？万一这个台阶搭不起来，你会真跟他离婚吗？离婚我是想，哎，一定要咬死，是为了离婚来的对吧？对，是的，我就是要离婚的对吧？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想让儿子跟着我，我对他负责任。对，只要他不改，你带着儿子就走，是这意思吧？是的。好，老陈听明白他的要求了吗？下面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怡姐，你每个月工资多少？我之前的时候没生孩子的时候，1个月3000多块钱。现在呢？现在生了孩子1个月只能挣1000多块钱了。你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是直接工资卡交给他？为什么要交给他？因为他好说我这个不该花那个不该花，我想到老公嘛，他说了嘛，我就可能觉得自己确实。他说了你就交给他。对。我就觉得女人有一点啊，就是手上一定要有点零花钱。这个零花钱就是万一你今天出去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你说我包里连200块钱都没有，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天黑了回来，我没有公交车，我至少有打车回来的钱吧。还有一点就是在你们2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他挣多少钱你知道吗？不怎么知道，因为他自己经营的店铺嘛，然后每次都是因为我在上班，他那边挣多少我都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然后你从来没看过你们家存折吗？没有，然后他卡里面的那个密码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去问，也没去查。所以我觉得啊，那个今天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去银行把2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收入对账单打一遍，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就算不过了，这个钱是1人1半的。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收入1人1半。这是你的权利。另外一点，其实刚才你的太太评价你啊，说你就对她特别抠，然后对她的朋友特别抠，然后对你的父母呢花钱很大方，对她的父母其实花钱也蛮大方的。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特别孝顺啊，后来我慢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有一些特别抠门的吝啬的人，他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冷漠。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值得我为他投入。这种种点点滴滴来看，我觉得其实你对面这个男人真的挺自私的。他对自己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大方，但是如果一旦上升到那种连他必要的一些生活的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不能要。你才36岁，我特别惊讶。你完全没有36岁女人那种感觉，你特别像46岁的。咱不说你的外在，就是你的眼神，包括你的神情，充满了疲惫和哀怨。所以我是建议你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段婚姻和你对面这个男人，走不走出来，跟不跟他过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所要提醒你的是，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要知道你们家有多少钱，该你的一定要争取。我知道他会阻挠，但是你要争取。我觉得刚才苏老师说到一个非常关键，这个老陈的问题就是2个字儿：冷漠。其实你跟所有的人都是很冷漠的，好像貌似对父母还好一点，那最起码如果你对父母也冷漠的话，你就没得要了。你对老婆冷漠，对孩子其实也是冷漠的。很难想象一个合格的父亲、有感情的父亲，在孩子生病的时候还要去小医院，还要去拖，还要去想到第一，我要先省钱，而不是孩子的健康身体是第一位。当夫妻之间发生矛盾，都已经离家出走都几个月了，还是居然说考虑这个路费的问题，还是钱。我问你，你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朋友，你要钱做什么？你守着钱能给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数着玩，开心，开心吗？他要真觉得开心，今天他也不会站在这儿。你有朋友吗？没有，没有真正的朋友。因为你所谓对有些朋友慷慨，你是觉得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还是钱？如果一个人自己充满了钱的这种欲望，他能得到更多的钱吗？不能。就如同你现在生意一点也不好一样，因为你根本不舍得对别人付出，所有所谓的付出都是为了回报。你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冷淡于周围所有的亲情、友情，甚至于爱情。但是呢，一个冷漠的人碰到一个可悲的女人，一起生活了5年，才今天才颤颤巍巍的，才敢说我要跟你离婚，还在川儿的一再的诱导之下，说出这句早就应该说出的话。而你为什么如此之懦弱呢？其实貌似你也被他所影响，你也从他身上所谓一次又一次的抠当中尝到了甜头，但是你真是没了面子。所以老陈，今天如果你能觉醒的话，先把钱抛在身外，那是身外之物啊。你只有钱，没有任何的亲情，你存在价值就没有了。那不是一个人过的日子，我们不是机器啊。要那钱干什么用？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父母一起来分享这份幸福快乐的话，要钱何用啊？所以老陈，你枉活了40多岁，你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很多没有钱的人过得很幸福，很多腰缠万贯的人过得很落寞，因为他没有人情味儿，你知道吗？你再活下去啊，你就成一个机器了，太冷漠了。今天要觉醒了，好吗？一个对老婆非常的吝啬，对孩子，尤其是孩子看病也极为吝啬，甚至由此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的时期。对于一个这样的丈夫，他怎么可能对岳父岳母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很大方呢？我认为这是个错觉，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孝心，也许是别有所图。我在生活当中，我特别不了解那些把钱看得比命比感情还重要的人，他们是不能够理解家长里短和人情冷暖的。但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这种行为进行模糊，甚至是美化。比如说，我们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先生穿得很节俭，看样子也挺潦倒，说话也是3缄其口，看样子也是个挺老实的样子，由此我们对他的恨意会减少一些。
其次，我们再听到说他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岳父岳母挺大方，我们对他的恨意又少了一些。但这样的一种模糊，其实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认清这一类人。我们不要忽略了本质，即便是动物，也有舐犊之情。他如果对自己的孩子的治疗，他都这么吝啬，我们不可想象在将来的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更为残忍的环节。当需要金钱的时候，他把金钱看得比生命、比几十年的情感还要重要，那个时候就晚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老成这样，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度过了6、7年，恰恰是被我们刚才所说的那2种情况所模糊了。她心里总会安慰自己，你看，他不光对我抠吗？你看他自己穿的也不好，这跟这个人是不是把金钱看得比感情还重要是2回事儿。你看他对父母也挺好，但我认为他应该是另有所图吧。你仔细去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其实虽然你们年纪现在你是36，他是44，但其实现在终止还来得及。你千万不要为了因为他身上的节俭和所谓的孝顺，认为这个男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我看来未必。就从你孩子这一件事情本身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改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被某些现象所美化。我不问别的，我只问一件事儿：儿子看病治疗，你为什么舍不得花钱？就这一件，我就问你这一件事儿。不是舍不得花钱啊，是那个本来只以为是感冒的吧，后来拖了就不知道了。是啊，你为什么不及时带他去看呢？那小孩子都在他身上，我那时候就是也是管理上店啊什么东西这个弄嘛，有的耽误了。如果要在钱和你老婆之间选择一个，你会选择什么呀？那选择老婆啊。那为什么他已经离家1个多月了，你因为一点路费都不愿意去找他呢？我不相信你没有时间，不相信你生意有那么忙，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为什么不把他找回来呢？啊，当然了，他刚才已经回答你了，他觉得也有路费的原因，所以说就让他自己守着自己的存款过吧。你现在36岁，自己过还来得及，而且我特别怕他的这些所谓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会传染到你儿子身上，到那个时候，那不是毁了他1个，毁了你2个，那是毁了3个。趁早自己独立过吧，就这样。我觉得苏老师说的那点我特别认同，你这个人好冷漠哎，老陈。你可以不表达，你说我木讷不会说话，但是你不能冷漠。你对人太冷了，包括我觉得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太冷漠了。怎么可能回娘家1个多月你不去接呢？自己琢磨琢磨吧。你也琢磨琢磨，36岁的人跟个祥林嫂似的喋喋不休，有啥好说的呀？都那样了还不早离开？哎，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现在听了3位老师这么一讲，然后我心也凉了一大截。但是我就是来的时候，我儿子在问我要爸爸，我真的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我还内心里面是不想在一起，但是我也说不上来了。老陈，我希望他要回去，那个毕竟小孩子如果离婚的话，对小孩子不好。我以后会为了儿子，为了你，我以后的我们的日子我会改变一下。说你改变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你？到底要不要相信你真的会改变呢？肯定改呀。好，请亮灯。卡装着了吗？银行卡在身上吗？藏哪儿了？在家里。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悄悄地跟你老婆说去，但是你必须得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你过去告诉他，我们不愿意听，你去告诉他。公开的一样的，没多少存款。你得告诉他个具体数。真的没存款。我们都不听嘛。对，不是说给我们听，就说给他听嘛。我们听不到。还是跟我回去吧。哎，告诉存款多少钱？真的没钱。你告诉他，真的没钱，等你收过来呀。1分钱没有。那1分钱没有是不值的。3、5万有吗？没有。回去吧，可以考虑一下。哎，
太让我失望了。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回吧。哎，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先生的抠门导致了婚姻出现了危机。实际上仔细一分析，这跟抠门还没什么关系。我们还发现了先生的这种冷漠。但是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个女人还跟他过了那么多年呢？我相信在门背后，这位女士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希望今天的结果能让所有的人开心吧。请开。你过来牵她的手啊！我为什么还要回来？我是录节目之前，然后儿子说我要抱抱。行了，你就别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了。老程，我发现你真太会算计，你就吃死这个女人，她不会走的。你对人好点行吗？回去以后我会改正一下。啊，这次儿子来了吗？儿子来了。哎呦，这真好嘛！对，省了去接的钱。就是啊，老师们说完之后，你意识到自己以前有点错吗？好像确实可能有点错。愿意改吗？改哈。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一会儿得跪下来，把老婆求回去，听见没有？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复合的那个瞬间。我以后会改了。我以前确实对你这个太抠了，太不好，希望你原谅。抱一抱，抱一抱，1个多月都没抱了。他连个拥抱都吝啬给啊！你这确实是本性难移啊！为啥不抱啊？不是，你要是换一下，如果这掉下来的不是玫瑰花，是钱会。他肯定捡钱了。哎，麻烦站在这儿了，还有礼物送，来吧。又不签了，一听礼物老婆就不要了。哎呦，你真行。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来。开始。停。哎呦，老陈这眉头皱的哦。恭喜你们获得了1000元的旅游基金，高兴点。跟我说你家到底有多少存款？真的没有啊？1分钱都没有？没有。1分钱都没有？哎呦喂，你不要让我出丑吧这个。啊，行，你回家跟老婆交个底行吗？好，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带老婆走吧。谢谢你们啊，祝幸福。这手就不拉啦，你看看。